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动漫粉骂不动了，诚意天地剑心王权富贵造型撕开，内娱摆烂遮羞布。当2京15日的仿古大船在京杭大运河实景起航，当天地剑心的白金道袍造型让动漫粉集体倒戈。35岁的诚意正用2部未播先爆的作品，给内娱上了一堂最残酷的生存课。在这个流量造神又毁神的时代，只有一种人设永远立得住，作品刻在骨头上的重量。双剧连炸，当流量还在争番位，他在京杭大运河凿实底盘。2京15日刚官宣双一番时，粉圈的番位大战差点盖过剧本身的光芒。零更新粉丝说流量标杆该稳拿一番，诚意粉丝对实力派才是一番标配。吵到最后连路人都看累了，可剧组早把答案写在了实景里。为还原马伯庸笔下的京杭大运河，一复刻的仿古大船在水面上真实航行。朱瞻基的15天奔袭不是绿幕抠图，而是演员顶着烈日在船头完成的追逃戏。这才是内娱最缺的笨办法。当别家剧组用5毛特效糊弄时，诚意团队在水上搭实景。当流量明星靠替身完成打戏时，他为莲花楼受到脱箱，自己吊威亚摔进泥坑。当同行亚戏赶场时，他在天地剑心的绿棚里对着3000颗特效镜头反复打磨眼神。王权富贵的万箭穿心之所以让动漫粉闭嘴，不是造型多华丽，而是他把角色骨子里的清冷决绝刻进了瞳孔，发关束的再紧，也锁不住剑出鞘时那瞬间的破碎感。天地剑心的定档数据更扎心，开播预约破300万，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50亿。而这不过是诚意8部男主剧里的又一部。出道14年，他用4部热度破万，9个年关，11个史关的成绩单，把古装第一人的头衔焊死在了实际上。对比那些靠买热搜维持热度的明星，诚意的走红像一记耳光。内娱不是不需要偶像，是不需要充气偶像。观众不是不买账，是只买角色常在身上的账。14年逆袭，从被骂情商低到央视认证，他把网暴变成垫脚石。2015年1年级的镜头里，诚意还是那个被骂装腔作势的内向男生。网友说他玩游戏记不住规则，接话永远慢半拍，连导师都忍不住吐槽太闷了。2024年富山海播出，又有人翻出他的台词片段，骂水牛音演技模式化。连几年前的综艺片段都被扒出来审判人设崩塌。可现在再看这些争议，更像一场黑色幽默。那个被骂情商低的男生，在沉香如屑片场，为了拍好应渊帝君的哭戏，连续3天只睡4小时。连杨紫都感慨他入戏太深，下戏了眼睛还是红的。那个被嘲演技模式化的演员，在莲花楼里用3种完全不同的眼神演活了李香怡、李莲花。方多病从少年义气到中年沧桑，观众甚至没认出这是同一个人。真正的狠人从不用嘴反驳。诚意把所有争议都熬成了演技的燃料。被说古装千篇一律，他就接2京15日的朱瞻基，跳出仙侠框架演权谋。被说只会虐恋，他就在天地剑心里演王权富贵，用万箭穿心的决绝打破标签。14年里，他像个沉默的铁匠，把网暴的铁线一锤一锤锻造成实际的钢。
当央视网发文程意在明朝上演《速度与激情》时，那些曾经骂他的人，终于在数据面前闭了嘴。内娱生存法则，流量会过期，角色才是永久身份证。两京15日的导演说过一句话：现在的演员太怕毁形象，可程毅连掉水里都要自己来。为了拍好朱瞻基的逃亡戏，他跟着武术指导练了3个月剑法。实拍时从3米高的船舷跳进运河，寒冬腊月里在水里泡了4小时。天地剑心的白金道袍造型，光发官就中3斤。他顶着拍完整场打戏，结束后脖子上全是勒痕。这些笨功夫恰恰戳中了内娱最大的病灶：流量明星忙着用综艺维持曝光，用热搜打造人设，却忘了演员的立身之本从来不是粉丝控评，而是角色能不能让观众记住。程毅的8部男主剧里，每个角色都带着破圈基因。琉璃的雨丝凤让时事虐练成了仙侠模板，沉香如屑的应渊帝君让隐忍深情有了具象化的眼神，莲花楼的李莲花更是直接封神。观众记住的不是程毅，是那个拄着4顾门令牌走江湖的落魄神医。当林更新粉丝和程毅粉丝还在为番位吵架时，剧组早就用双一番的官宣给出答案：剧火了，所有人都是赢家；剧糊了，争来的番位不过是耻辱柱。程毅最聪明的地方，就是从不活在流量泡沫里。他知道流量会过期，热搜会降温，只有刻在观众记忆里的角色，才是演员永久的身份证。当两京15日的船帆在运河上扬起，当天地剑心的剑光划破绿幕，35岁的程毅正在用最反内娱的方式走红，不压戏，不炒作，不立人设，只把每个角色当成生命去演。这不是什么逆袭神话，而是最朴素的真理。在这个流量速朽的时代，只有把心沉进角色里的人，才能在浪潮退去后稳稳站在岸上。内娱需要的从来不是急功近利的聪明人，而是像程毅这样死磕角色的笨人。毕竟观众的眼睛是秤，能称出每个演员骨子里的重量，而这重量才是砸穿所有天花板的终极武器。